冷战时期的飞机里有款机型很特别，机翼拉得又长又舒展，8台发动机分2排挂在翼下，看着规整又扎实。它1952年第一次冲上天空，1955年正式加入美军。最初美国搞这款飞机其实是冷战里的一次战略尝试，没成想它一飞就是70年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美军还计划让它接着飞，一直飞到2050年。可能有人会问，一架上世纪50年代的飞机怎么能撑到21世纪还在服役？关键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，现在还挂着最新的巡航导弹，随时能上战场，一点不含糊。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这架波音 B-52 同温层堡垒。别看它外观透着年代感，却是美国战略威慑里实打实的核心，妥妥的空中老兵。想明白 B-52 为何能存在这么久，得先回到1950年代的冷战时期。那时候美苏刚进入对峙模式，美国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：苏联的核武器越造越多，但当时洲际导弹技术还没成熟，简单说就是没法靠导弹把核弹直接送到苏联本土。这种情况下，要想对苏联形成有效威慑，唯一靠谱的办法就是造一架能飞大半个地球的远程轰炸机。这个任务交给了波音公司，要求很明确，飞机得能飞远，能长时间待在空中，能带足够多的弹药，而且不用地面支援，要么跨过大西洋，要么从北极绕路，直接把核弹扔到苏联的核心地区。对波音的工程师来说，这活难度不小，跟之前的 B-17、B-29 比，新轰炸机得实现翻倍突破，航程要翻1倍，载弹量也要翻1倍，还得能在平流层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同温层，高度大概10到50公里，长时间巡航。当时的思路很实在，要是真打核战争，美国不光要能还手，还得让苏联知道，就算你先动手，我也有本事把你彻底打垮。所以 B-52 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是普通轰炸机，而是冷战时期美国核威慑的压舱石。要是给轰炸机按特点分类， B-17 是皮实的钢铁堡垒， B-29 是投原子弹的技术先锋。那 B-52 的特点就是靠规模覆盖目标，靠耐力撑住长途飞行。第一次见 B-52， 大多人都会被它的尺寸惊到，机身细细长长，翼展足足有 56.4 米。咱们可以这么比，国际标准足球场的宽度是68米， B-52 的翼展差不多是足球场宽度的 85%。站在地面看，就像一片移动的大翅膀。它的8台发动机分4个吊舱挂在机翼下，看着有点笨重，但这可不是随便设计的。工程师要的是大展显比机翼，这是个专业词，简单说就是翼展长，机翼窄。这种设计的好处很直接，在高空能产生足够的升力，而且省油，让 B-52 能轻松飞上万公里，相当于从北京直飞纽约，再往返1半的距离。载弹量方面，B-52 更不含糊，理论最大载弹量约 31.5 吨。咱们拿最常见的 F-16 战斗机比， F-16 最大载弹量大概3吨， B-52 的载弹量差不多是10架 F-16 加起来的量，相当于一次能拉走3辆满载的中型卡车。要是挂载常规炸弹，它一次投下去能精准打击好几个关键目标，比如敌人的机场跑道、一堆军火仓库，一顿打击就能让一片区域的作战能力瘫痪。要是换核弹，一次能挂10几枚核航弹或核巡航导弹，再加上上万公里的航程，冷战时期光这配置就足够让苏联不敢轻举妄动。 B-52 的续航能力也很离谱，机组飞行员常说，一进驾驶舱就得做好在空中待10几个小时的准备。从美国本土起飞，不落地就能飞到苏联边境，要是中间空中加油，甚至能飞个来回再回家。不过早期机组的条件挺艰苦，男飞行员想解决生理需求，只能用塑料袋加漏斗凑合，女飞行员的专用设备还是后来慢慢配上的。对他们来说，耐力不光是考验飞机，更是考验自己。满载弹药和燃油的 B-52 起飞时，场面特别壮观，得要3000米以上的跑道，差不多是3个标准足球场连起来的长度。8台发动机全功率运转时，轰鸣声大到能让机场附近小区的玻璃嗡嗡震。飞行员们也爱拿这事开玩笑， B-52 起飞比邻居家装修砸墙还吵。也正因为这样，美军得专门维护一批超长跑道的基地，单是地勤保障的复杂程度就比好多小国整个空军的事儿还多。当然 B-52 的缺点也很明显，机身太大，雷达一扫就能发现它，就像在天上挂了个显眼包，飞得也不算快，最大速度约 0.81 马赫，1马赫差不多是1225公里每小时，比民航客机快一点，但比战斗机慢得多。碰到现代战斗机，想跑都跑不掉。但冷战时期美军的想法很直接，你能拦得住几架？
要是几十架 B-52一起飞，还有几百架战斗机护航，再加上好几批空中加油机跟着补油，对手的防空网早晚得被冲垮。所以 B-52的设计思路从始至终都很简单，不搞花里胡哨的技术，不玩虚头巴脑的噱头，就靠飞得远、带得多、能扛久，把全球打击的能力刻进了骨子里。要是说 B-52是冷战的战略明星，那全世界的天空就是它的舞台。冷战那几十年，它几乎天天挂着核弹，在苏联边境附近的空域转圈。这不是普通训练，也不是装样子，而是真真正正的24小时待命。只要收到命令，立马就能往目标飞，把核弹投下去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是 B-52最接近实战的时候，那几天好几支 B-52编队一直在天上巡逻，飞行员手里紧紧攥着加密的攻击指令卡。按照规矩，只要收到最高级别的攻击命令，他们不用开会商量，也不用犹豫，直接就往目标飞。那架势弄不好就能把全世界拖进核战争。有飞行员后来回忆，当时坐在驾驶舱里没觉得多紧张，反而心里特压抑，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，一旦指令念出来，自己就成了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关键一环。但 B-52不光能搞核威慑，在常规战争里，它的威力也让人胆寒。越南战争期间 ，B-52往北越扔的炸弹加起来有270万吨。咱们可以这么算，一吨炸弹差不多是2000斤，270万吨就是54亿斤，相当于360万头成年猪的重量。这么多炸弹扔下去，对战场的冲击力可想而知。就说滚雷行动那阵子，河内上空天天能看到 B-52的影子，炸弹扔得又密又多，白天都能把天炸得灰蒙蒙的，震动一刻不停，不少城市区域都被炸得没法正常运行。而1972年的圣诞轰炸，也就是后卫2行动，更是把 B-52的常规打击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整整11个晚上，上百架 B-52一架接一架飞到河内、海防这些重要城市，一共投了超过2万吨炸弹。虽然北越的防空部队拼命发射导弹，打下来好几架 B-52，但这场轰炸带来的震撼太大了，直接让谈判桌上的局势变了样。对当时的北越老百姓来说，一听到 B-52的轰鸣声就知道危险来了，跟听到警报差不多。飞行员对这种强大的打击力感受也很深。有人就说，一坐进 B-52的驾驶舱，就知道自己手里攥着改变战场的力量，按下投弹按钮，不是打掉一辆坦克，而是能让一片区域的敌人丧失作战能力。这种沉甸甸的责任，让每一次任务都像扛着1000斤重担。核心问题来了，一架首飞于1950年代的飞机，为啥能服役至今？答案其实就3个字：能升级。B-52就像一栋地基特别扎实的老房子，主体结构没毛病，不用推倒重建，只要定期翻修，添点新家具，就能适应新需求。早期 B-52的驾驶舱里全是密密麻麻的模拟仪表，看着跟老收音机似的。现在早就换成数字化座舱，飞行员对着大屏幕操作，跟咱们用平板电脑差不多方便。武器系统的升级更关键，从最初只能扔自由落体炸弹，到后来能挂精准制导炸弹，再到现在的巡航导弹、反舰导弹。只要美军有新武器列装，工程师总能想办法改造一下挂架，升级一下火控系统，让 B-52能挂上新家伙。更有意思的是它的身份转型。冷战时期，它是挂核弹的末日轰炸机。进入1990年代后，它摇身一变，成了常规战争里的主力打击平台。在海湾战争、阿富汗战争、伊拉克战争中，总能看到 B-52在高空慢悠悠飞着，精准投掷制导武器，把战场当成靶场。这时候，它的核威慑标签慢慢淡了，但实用价值反而更高了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成本低、靠谱。美军曾算过一笔账， B-2隐身轰炸机单架造价约20亿美元，相当于140多亿人民币。维护一次的费用能买好几辆豪车。B-1B 超音速轰炸机虽然飞得快，但毛病特别多，经常要修，维护起来像是养着一辆娇气的超跑。而 B-52呢，早期型号的采购成本远低于这2款机型，而且结构简单，不容易出故障，维护起来又方便又便宜。美军内部甚至有个玩笑，只要给 B-52换发动机，它能飞到飞行员的孙子辈退役。说到底， B-52就是靠实用和能升级，成了美军眼里的可靠老伙计。它不靠炫酷外形吸引关注，却能在一次次任务中证明自己，还能用，很好用。如今的 B-52早已不是一款轰炸机，更成了冷战遗产与战略威慑的活符号。
冷战时期，美国把它当作会飞的威慑信号，只要苏联的雷达屏幕上出现 B-52的航迹，就会立刻联想到核战争的阴影。即便它从未真正投下过核弹，它就在天上飞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威慑。进入21世纪，这个老家伙还在继续升级，最新的 B-52H 正在换心脏，更省油、更可靠的新型发动机，电子战系统也在升级，能更好地应对现代防空武器，甚至计划适配远程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。按照美军的官方计划， B-52将至少服役至2050年，这意味着一款1950年代首飞的喷气式飞机将陪伴3代飞行员跨越整整1个世纪，成为人类航空史上服役时间最长的喷气式军机。这背后藏着一种独特的军工逻辑，武器的价值不一定在于最先进，而在于最持久。F-22隐身战斗机或许更先进， B-2轰炸机或许更科幻，但它们的数量少，要么成本太高，要么难大规模长期部署。而 B-2靠着能升级、靠谱、便宜的优势，始终活跃在战场上。真正可怕的武器不是昙花一现的新装备，而是老而不衰的硬通货。它代表的是一种战略韧性，就算对手的技术不断更新，美国的空中威慑底牌却永远在天上飞。所以每次看到 B-52的身影，我们都能明白一个事实：这架空中老兵不是过去的回忆，而是未来几十年里仍将影响全球战略格局的现实力量。要是让你参与 B-52的升级计划，你会选择保守改造，换发动机、挂新导弹，还是彻底魔改，加隐身涂层，搞无人驾驶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，你觉得现代战争里靠谱的老家伙和闪亮的新武器哪一个更重要？下一集我们要聊飞翼的梦想，从诺斯罗普失败的 YB-49到为隐身轰炸机铺路的幽灵设计，带你看清飞翼布局怎么从试验品变成现代隐身战略轰炸的核心技术。我是 Rain， 敬请期待。